宋军攻克了采石矶，将战船以铁索相连，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。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将镇海军、江阴军尽数西调，以吃宋军。老将军，老将军，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臣下说过，世子为监国，不当做的事情，万不能做。我便失忆了老将军之言，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。臣下还有第二句话：揽在手中的军功，万不可弃。军功，先武肃王开国造基，靠的是军功；文穆王承嗣王位，靠的是军功。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桓嗣之下坐稳王位，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。天下纷乱，一锤100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当了世子，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；进了相府参知政事，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。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，只有军功。大郎兄在军前，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。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，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？有的，大郎君能做的，无非是提举良墨，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。世子要立的，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。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？世子，请看，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战，大江南岸的江州、池州、歙州、洪州、饶州、信州，此时必然军心浮动。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，这些州县的长吏大半都有些交情，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，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。老将军切莫说笑。宋军兵锋已抵采石矶，江右6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。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6州，岂不成了虎口夺食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，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！世子英锐，看得明白，只是世子忘了时间。时间？从荆楚到采石，水路2000余里，宋军一跃而下，攻克江州、皖口、池州、河州、采石等10余战，大小20余战。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？老将军的意思是，
宋军此战是置江右六州于不顾，全军取水路急进，直扑江宁城下。若老夫料得不错，此时江右六州各县城头之上，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。六州30余县，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？世子不信。若我是地方首领，破朝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宋天子大军压境，破城之危就在眼前。要是降顺，也该是降宋。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，何能使之降顺呢？若是老夫有兵呢？国中之事，老将军知之甚详。我虽名为世子监国，护持吴越王印玺，可若无沈相公允准，我这个挂名的世子，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世子听明白了，是老夫有兵。彭里湖中3万龙翔军将士，280余艘战船，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。若老夫亲入彭里湖，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，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。世子，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，莫说是江右六州，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，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。吴越5代大王，100余年征伐不断，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。而今，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，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。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？大王，大帅，目击敌尺已修补得当。元帅，可是有紧要军情？无甚大捷，小儿辈大破贼矣。好啊。好。今日
我吴越雄师砥兵立武，助宋伐唐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，亦关乎吾辈之荣辱。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惧哉？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，克敌制胜，成吴氏之功业，建太平之殊勋。今刀锋出鞘，必直入江陵。江宁。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，多少袍泽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，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告，上面压着吴越前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中王抚民定乱的盗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中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指配给老王牵马。
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，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相公，你如何来了？这宫中有何不妥吗？有一桩尴尬事，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，下官却有些犹豫，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。究竟出了何事？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有2、3个月了。如何不早报与大王？秦从都的茬子不识得他，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，只是年纪高大些，下面的人心里嘀咕，却不敢擅作主张。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，发现此事，传了秦从都的人来问，连我都要蒙在鼓里。能确认是他吗？人我并不曾亲见，只是那般的年纪，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。除了此人之外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。你呀，你误了大事了。要禀报王妃娘子吗？这已不是家事，是国事。不会闹个……慎言。眼下最要紧的，不要再张网养鱼了。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，尽数拿下拷问。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，纵横江湖几10年，真要有什么作为，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。问不出来也要问。第二件事，从秦从都选人。自即刻起封锁咸宁院，无论内侍、小厮还是侍女，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2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，依次拘问。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。王妃那里，我亲自去奏告。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，
青松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。眼下是什么时辰？卯时3刻不到。此事你不要管了。来人，今日有几份急札，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。诺。相国辛苦，余下的事下官去做。前王招降了江右诸州和龙翔军。正是，老夫为行营都监，奉前王之命，与元帅合兵江上，共击江宁。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？老夫年迈，平日无所执掌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，在西府荣养而已。环卫官，宗室。哼，老夫钱元林，武肃王第23子，文穆王亲弟，当今前王叔父，吴越国右牵牛卫大将军是也。给老将军看座。诺。本帅南来之前，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。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。元帅大军来得太快，主领军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，不敢贸然出来请降，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。老夫与朱令晕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，念在救人之谊，才勉为其难。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，取了前王教名，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，取了龙翔军的兵权。朱某既是请降，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，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负军门，以示归顺之诚。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亦如此，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，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。若无老夫作保，龙翔军10数万将士，恐有长平之忧啊！煌煌王师，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？10年之前，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，也是煌煌王师。仲勋，老将军。也别激动，暂且回偏帐歇息。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。哼哼哼哼，哦，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，联络不畅。若要合宴，总需月余10日。军令城下，时事等不及了。这文书上的印，确实是真的。
屈指环卫官，去了龙行军。这一天，脓疮生在后面，总是不自在，左右要把他接了。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，早早处置了，合兵江宁城下，了却了这一桩战事。相公，到底出了何事啊？是啊，我也想问问世子，究竟出了何事？相公说的话，为俊听不明白。那我就说得明白些。这些日子，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？真的做了？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。哦，还有一些除兽札子，没有相公签押，在国中是不能用的。江右6州，原来相公都知道。还有龙翔郡。来，写吧。写什么？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。陈阿佑，诺。起来！事情已经出了，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？阿俊如今在做什么？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，将世子交回颐和园，由王妃娘子管教。你阿爹与李元清盘桓了半辈子，何尝吃过他半份亏来？偏你这般糊涂，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。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，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？儿子也是立功心切，想要为阿爹分忧，为吴越透土。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，那李元清拿去骗你大哥，被阿平一眼识破，却又将计就计，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。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，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？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，做了营天使，随后入相府做大参，出使京师，随军提调良子转运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阿娘，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，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，让大郎兄正为世子。